昨夜我在白王府看到了新研制的和穗流波锦。如今，暗中悬赏我人头的人知道我叫杨静兰，还知道我的模样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还有啊，这个宁带，光凭声音辨认出我是杨静兰，说明他去过益州，所以我怀疑，真正的白王，如今就在益州。元和13年，我赠与南诏白王一副锦。好，你容我想想啊。景阳宫样，花树对鹿纹是杨家新成之锦，不过当时将军赠予的不是一副，而是一箱。元和3年，四天王首饰纹锦，当年本王还年幼，也是跟我的师傅做的买卖。我记得是元和10年，我才接的手。牛瑾见过白王。将军，请。牛某如今正在风口浪尖上，行事必须小心，还望王爷勿怪。将军如此谨慎，本王很是欣慰啊。还是我疏忽了，不然怎能劳动王爷亲临益州收锦？只是不知以后这交易，这再好的锦也比不上贡锦啊。等来日风平浪静之时，本王再与将军同乐吧。本王这次前来，就是为了你我合作之事。若是将来可以开路通商，那我跟将军之间的交易也就顺理成章了。王爷放心，押送之事，牛某自会负责。倒是听说，王爷对那季莺莺有几分兴致啊，我还舍命相救。若王爷真的喜欢，牛某可让我那蠢婿割爱。季莺莺，现如今能够染出曙红丝的也只有她了。若是这么轻易让她死了，岂不是可惜吗？相信将军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没有着急赶尽杀绝。对了，还有件事情要告诉将军啊。大唐来了一个刺客啊，一直盯着这走私的贡锦不放，还来南诏博弄川，大闹我的藏锦阁。以将军所见，这个人会是谁呀？杨静兰，表面上会长安述职，实则是暗度陈仓。也罢，既然去了南诏，就不要再回来了。王爷放心，我这边安排。现如今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守住益州到南诏的官道。南诏方面我也布下天罗地网，他只要敢出现，我定当让他插翅难逃。您有什么事？请禀报杨夫人，飞花会姬莺莺求见。小娘子，请稍后。莺莺见过杨夫人。季娘子今日过来，不知是有何事？我近日来是想与夫人做一笔生意。季家的遭遇，我有所耳闻。不知季娘子想与我做什么生意呢？我想与杨夫人做着流波锦的生意。季娘子想如何？不知夫人有没有听闻，我接了一笔订单，
30匹游龙对兽刘波锦，高于市场30%价格收购，需在5个月之内完工。可如今我季家失火，生丝尽毁。季娘子的意思是？我记得拍卖会当日，杨夫人对刘波锦颇有兴趣。你是想把刘波锦的花本卖给杨家？刘波锦是我与于掌柜合力研制，茵茵无权售卖。但若夫人肯帮我解这燃眉之急，除了此订单的分利与杨家以外，日后茵茵也愿意和杨家一同研制新锦。我信季娘子的才华，但这日后的事，谁又说得准呢？是，所以今日我还带了另一样东西。我愿意将蜀红丝染制方法尽数交予杨家。能让季娘子如此破釜沉舟，想必不只是为了订单的事吧？是。茵茵今日前来，也为了我的阿娘。众人皆知，杨夫人的兄长过继给了唐伯，如今在长安做事。若是夫人能请兄长出面，定然能救出我阿娘。季娘子，你得罪的是谁？你我心知肚明。若是帮了你，那我杨家定会被推上风口浪尖。蜀红丝价值虽高，可这笔交易的风险也很高。蜀红丝不够，我还有朱颜驼，日后我还会染制出更多的新色。若是夫人觉得交易分量不够，我还可以继续往上加更多的筹码，直到杨夫人满意。你借杨家之使，躲得了今日，躲不了明日后日。保得住一时，保不住一世。除非你给自己找一个长远的靠山。夫人的意思是，要想杨家师出有名的担下季家的担子，又能让季娘子无后顾之忧，只有一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我愿为次子杨晋陵求娶季娘子。身为杨家的大夫人，我敢说，我们杨家还是有赌这一把的勇气的。自也希望季娘子能够应允，但作为女子，我还是要劝季娘子三思。毕竟嫁人一世，事关女人的一生。现如今当务之急，对你来说最为重要的，不是生你，而是你阿娘。我可以等你找到幕后真凶，
但是季伯母的病，她能等你吗？白某要的是你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永远留在我身边。我嫁。你想好了？实不相瞒，杨家并非我首要求助之人。其他人，要么许我虚以为夷，破镜重圆；要么许我背井离乡，卖身为奴。相比之下，杨家能救出我阿娘，还能让我待在益州，这已然是最好的选择。这些时日，我的朋友们为了帮我还债，日以继夜的操劳。我阿兄为求公道，不畏强权，受尽折磨。我不过就是嫁个人，又是夫人这样的人家，有何委屈？好，你放心，你嫁过来就是杨家正经的儿媳，杨家定是不会亏待你的。还有你们的婚事，我也一定会办得热热闹闹，绝不辱没季家。如今我阿娘还在狱中，生了重病，我怕她身子坚持不了多久，还请杨夫人尽快定下婚期，无需节外生枝。你的一片孝心，我怎会不答应？我这就差人上下打点，争取早日救季夫人出狱。还有钱掌柜的事，由我杨家提供丝线和染料，定会让新井按时完工。多谢夫人。家真不要脸！阿玉，阿玉，这已然是最好的选择。他们欺人太甚，杨家向来就只有生意。哎，阿玉，于掌柜，哎，于掌柜，你在这看着，我去禀告大王。玉娘，杨家从来都不是我一个人的杨家，我阿娘答应如此，定然也是符合宗亲老爷们的意思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更改。宗亲老爷们，英英那样的性格嫁进杨家，守你们杨家的规矩，那跟要她坐牢有什么区别？杨家选中季娘子是看中她的本事，她将来绝不是做闺中妇人的。我阿娘会让她一起帮忙打理家业的。这么说，那一纸婚约就是卖身契，买英英一辈子在你们杨家做长工。我知道，季娘子是你最好的朋友，可这事已至此，无力转换。等她嫁入杨家，我会尽全力护她。护她？你能护她？你谁都护不了。8年前如此，如今亦是如此。英英在你们杨家中受了委屈，我会烧了杨家。我玉玲珑说得出做得到。说，这前面好多少人马？说，我一周的药刀被封锁，可就布满了弓弩手，插针难逃。放！
热血，热血。孩儿携季氏拜见阿姨阿娘。慢着！三郎，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啊？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？回来了。你要干嘛？三郎，今天是你二哥大喜的日子，
大戏的日子，我看是你们车祸打劫的日子才对吧？说什么呢你？趁着季家夫人遭难落井下石，强迫季二娘子入府为妾，此番算计，你们还真算得上是廉耻二字。我三郎，你二哥成婚的日子，不要胡说，快去疗伤吧！啊，伤着。哎，放了你！没事，王爷。成婚，我不点头。谁敢娶她？杨家兰，我娶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啊，你算哪根葱啊你？不行，我不走。咱俩往哪儿去？谁还想拦？大可试试。你要干什么啊？三郎，你不顾及杨家的脸面，难道你也不在乎季娘子的名声吗？你可以带他走，但你想清楚了，今日出了这个门，季娘子的名声可就保不住。杨金兰，是我自愿的。今日我与你二哥成婚，虽然没有宴请宾客，但是杨家众人皆知。若是传了出去，我与杨家皆是民间不保。况且，杨家是为了救我阿娘，才应了这门婚事。我若毁约，以后如何取信于人？你不必担心，谁敢多嘴，我割了他的舌头。你难道堵得住全天下人的嘴吗？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人言可畏。你若真是为了季娘子好，你就应该顾及她的脸面和名声。好，既然你已决定加入虎狼窝，那换个人嫁，可好？什么？伦理何在呀？怎么能这样呢？这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此话何意？嫁给我，你愿不愿意？可是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你没必要牵扯进来。你只管说愿与不愿。
杨静兰，你别欺人太甚啊！你这么做，我这脸往哪放啊？三郎，这个季娘子是你二哥娶的妾室，你这样硬夺硬娶，这传出去成何体统啊？魏国，他还不是我二哥的人。你们拿他的家人来做威胁，我可抢娶的人是你们！你别胡说八道了你！明明就是他自己主动找上杨家的，要不是我阿娘劝我，你以为我愿意娶她呀？你们把他当作筹码，我视他做珍宝。今日我杨静兰必娶她！你不是乱了纲常了？好了好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伤了和气？三郎无非是担心我们觊觎季娘子的产业，又怕给二郎当妾委屈了季娘子，所以才想娶季娘子为正室，这样既能保住季娘子的名声，又能保住杨家的声誉。既然二郎不想娶，那就成全了三郎吧。嫁给我。我也愿意。